你真的看懂了蜘蛛侠英雄无归吗？就单独拿电影前半个小时来说，里面就有10几个细节和彩蛋，如果当时不仔细看，确实很容易错过。但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将围绕电影的顺序把它们逐个列出，从而既能照顾没看过电影的观众，也能让大家更容易理解。废话就不多说，咱们现在就进入主题。第一，这部电影正好衔接上了英雄远征的剧情，彼得·帕克的身份被神秘客揭露，然后又被鲍氏老板诬陷成为1号公敌。但现在请注意 MJ 身后的3位临时演员，可以看到他们的穿着跟英雄远征中一模一样，这也说明2部电影确实达到了无缝衔接。不过有一个最主要的区别，那就是 MJ 现在戴着彼得送给他的项链，然而第2部结尾却没有。实际上这条项链会在电影的最后发挥作用，当然我也将会在后续谈到它。随后彼得带着 MJ 穿过人群，注意旁观者是怎么说的，就像在蜘蛛侠2中一样，当彼得脱下面具时，其中一人也说过相同的话。然后我们看到 MJ 试图在皇后区大桥上保持平衡，这实际上是绿魔在蜘蛛侠1中将 MJ 扔下去的同一座桥，就连当时的缆车也完美复刻过来了。所以在电影的前几分钟内，漫威就引用了第1代蜘蛛侠和第1个反派。第二，我们都知道彼得在蜘蛛侠英雄归来中经常光顾一家商店，但请注意，现在店名是德尔玛3，而不是德尔玛，这可能是指荷兰弟的第3部蜘蛛侠电影，也可能是指3代蜘蛛侠同框。第三，剧情回到公寓，梅姨和哈皮提出了和平分手，但哈皮又在拼命的修补关系。当他走进房间时，正看到彼得和 MJ 处于尴尬的位置，这实际上直接复刻了英雄归来中的场景。随后为了不让记者拍摄，彼得关闭了公寓的所有窗户，但有一扇窗户却没关紧，所以他不得不用网固定住。现在请注意，彼得毫不费力地打开了他刚刚用网固定住的窗户。可能就有人说了，这也能算细节？其实我们在英雄归来中可以了解到，蜘蛛侠的网需要2个小时才能溶解。Hey, that's gonna dissolve in 2 hours. No.Come fix this. 但在英雄无归中，彼得能够如此轻松地打开窗户，这也再次暗示了蜘蛛侠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。现在注意看彼得身上穿的衬衫，这跟英雄归来中的是同一件。如果对比一下，可以明显的发现衬衫在英雄无归中更合适了，同样也能说明荷兰弟确实长大了。第四，勘察队不仅逮捕了彼得·帕克，还逮捕了梅姨、内德和 MJ， 他们拍了很多公寓的照片作为证据。第1张我们看到了内德和 MJ 的相框，实际上在 MJ 的卧室也挂着同样的照片。第2张是纳米套装的充电台，但请注意，套装并没有在里面，这只能意味着彼得当时穿着它，因为纳米技术几乎可以让肉眼看不见。可能现在就有人问了，彼得被逮捕时正穿着睡衣在家，那么他为什么会把纳米套装穿在身上，而不是放回充电站呢？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彼得害怕了，他看到了周围这些负面消息，所以很害怕，并一直穿着纳米服。第3张是伊迪丝眼镜，注意看，彼得实际上没有把眼镜放在安全的位置，这意味着自从神秘客惨败以来，彼得不再关心无人机，说明他不想再靠伊迪丝。镜头切回彼得接受审讯的时候，可以很明显的发现，其实他穿的这件上衣在英雄归来中也穿过。彼得随后看到梅姨、MJ 和内德也都被带到这里接受审问，请注意，梅姨和 MJ 都在建议彼得在没律师的情况下不要说任何话，但内德很安静，很害怕，从而也表明梅姨和 MJ 都对法律问题有所了解，不过内德却一无所知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最终成为唯一一个承认一切的人。第5，其实这名律师叫做夜魔侠，在电影中的主要目的是为彼得提供资讯，以及帮助他清除所有指控。现在请注意，彼得称他为默多克先生，而梅姨则直呼他的名字马特，这可能是想告诉我们，梅姨不只是随便雇了一个律师，他也许以前就认识马特·默多克。然后为了让剧情变得更有意思，漫威展示了马特的实力，可以看到他很轻松就接住了一块扔向帕克的砖，但仔细看，如果马特无法接住这块砖，彼得其实也能靠蜘蛛感应接住，他的手已经开始行动，即使没看到也可以抓住，这正是我喜欢漫威的地方。假如彼得没有试图抓住他，或许很多观众会抱怨说他的蜘蛛感应在哪儿？现在仔细看向这块砖，我们都知道他是由神秘客的追随者扔的，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相信神秘客，但是这个追随者好像学历有点低，因为他不知道如何拼写相信这个词儿，正确的拼写是 BELIEVE。第6，当彼得一行人搬到哈皮的公寓时，警报也随之响起，梅姨迅速按下了几个按钮将其关闭。现在请注意，哈皮的警报系统需要一个特定的 ID 密码，所以并不能随机输入来解锁，从而也意味着梅姨能用自己的身份进入公寓。我们都知道哈皮和梅姨已经分手，但哈皮却没有把他的身份密码移除，这是不是在暗示点什么？另外仔细看，在屏幕上还挂着一堆身份牌，没错，这正是钢铁侠3中的道具。现在切换到开门的镜头，我们能清楚的看到彼得不仅背着背包，甚至还拿了很多行李，而梅姨只有1个背包。这个微妙的细节也展示了彼得·帕克的力量。第7，剧情来到 MJ 和彼得打电话的场景，注意看这些照片，实际上他们都在之前的电影中出现过。正上方这张来自英雄远征，当时是在威尼斯拍摄的，还有2张是 MJ 在英雄归来中为彼得·帕克和教练画的草图。第8，在彼得·帕克的学校有一幅壁画，上面有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。之前在英雄归来中我们只看到了霍华德·斯坦克，但现在添加了很多角色，比如厄斯金，他的主要成就是将斯蒂夫·罗杰斯变成美队，还有位于爱因斯坦上方的汉克·皮姆，他创造的皮姆粒子成
成功让复仇者回到过去，并逆转灭霸的计划。第9，当彼得和 MJ 躺在屋顶，远离所有人和混乱时，在报纸上可以看到，许多人已经将 MJ 和内德视为了蜘蛛侠的同谋，还有他们身后的涂鸦，上面的意思是迪特科，他是蜘蛛侠和奇异博士漫画的创造者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是对史蒂夫·迪特科的一种致敬。第10，当蜘蛛侠决定来找奇异博士时，他看到圣所里全是血。王立马解释说，由于通往西伯利亚的传送门被破坏了，所以导致圣殿成这个样子。但我完全不相信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漫威不可能因为一句这么简单的台词，从而让制作预算变高，那么肯定还有另一个原因。不过答案会在奇异博士2中得到真正的解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蜘蛛侠英雄无归前半个小时的细节和彩蛋，后续的会在接下来几天全部干出来。另外，你对这些看法是否有什么问题呢？如果有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希望能收到你的意见。关注我，咱们下期见。